在三国的风云激荡中，英雄辈出，猛将如云，但能凭一己之力让两大枭雄反目成仇，最终颠覆政权的又有几人？他不是手握兵权的将领，也非纵横沙场的霸主，而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子。貂蝉，她究竟是王允手中的一枚棋子，还是在乱世中掌控自己命运的奇女子？她的一生虽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，但她的美貌、智慧与胆略却成为三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笔。貂蝉这个名字一提起来，仿佛就能看到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，在红尘乱世中翩翩起舞，既是美丽的化身，又是一场惊天阴谋的关键人物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正是《三国志》里根本找不到她的名字，她仿佛是凭空出现的，又仿佛是一场历史烟云里若隐若现的梦。那么貂蝉真的存在过吗？还是说她只是后人编织出来的一个传奇角色？在中国历史上，不少绝世佳人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比如杨贵妃、赵飞燕，她们的事迹有据可查，名字也被正史详细记载。然而貂蝉却像是个谜。《三国志》作为当时最权威的史书，在描述董卓、吕布、王允等人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提到过貂蝉的名字，甚至连任何美人计这样的情节都没有出现。如果真有这样一位影响三国历史走向的女子，为何正史会对她只字不提？不过到了元朝的《三国志平话》和明朝的《三国演义》，貂蝉的形象开始鲜活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她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更是一位机智果敢、敢于在乱世中博弈的女性。民间流传的故事里，她聪慧过人，深明大义，主动投身王允的连环计，牺牲自己的幸福，换取天下的安宁。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颜祸水，而是一个能在男人的世界里搅动风云的奇女子。那么如果她真的存在过，她的原型可能是谁呢？有些人猜测，貂蝉或许是某位宫廷歌姬、侍女，甚至可能是王允府中的养女，被利用来执行这个离间计。但由于缺乏史料支持，这些说法始终只是推测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也有人认为，貂蝉或许只是一个象征，一个被后人塑造出来的形象，用来美化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。它代表了一种智慧，一种谋略，一种能左右乱世格局的女性力量。毕竟美人计这个概念本就极具戏剧性，符合后人对三国时代的想象，也让故事更加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无论貂蝉是真实存在，还是只是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人物，她已经成为了三国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她的美貌、智慧和悲剧色彩，使她成为了后世传颂的经典女性形象。即便史书中没有她的名字，但在人们的记忆里，她依然是那个让董卓和吕布反目成仇、改变历史走向的神秘女子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，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。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而在这混乱之中，董卓这个名字就像是一块巨石，沉重地压在整个朝廷和百姓的头上。他仗着掌控皇帝，独揽大权，杀人如麻，任意废立君主，搞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，百官战战兢兢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可谁敢动他？他麾下有一员猛将，号称飞将军的吕布，武艺高强，骁勇无敌，就连当时的一流豪杰也得忌惮三分。杀董卓，谈何容易？可王允不信这个邪，他身为朝廷重臣，眼看国破家亡，心急如焚，正面硬碰硬，根本没戏，那就只能动点脑筋了。
王允深知，人心才是最难防的武器，而董卓和吕布之间，并非坚不可摧的联盟，要挑起他们的矛盾，光靠言语劝说是不行的，必须有一个引子。于是，貂蝉就成了这盘棋里最重要的一枚棋子。王允把貂蝉召到府中，向她诉说国仇家恨。貂蝉虽是个女子，却胸有大义，她没有犹豫，毅然答应了这个惊天阴谋。她知道自己这一去意味着什么，可她更知道，如果不做点什么，这个天下迟早毁在董卓手里。接下来的剧情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。王允先是把貂蝉介绍给吕布，假意要把他许配给这位英勇善战的武将。吕布一见貂蝉，顿时魂不守舍，心想这世上竟有如此绝色之人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天下大事。他对貂蝉一见倾心，频频往王允府邸跑，甚至幻想着娶她回家，想尽美人温柔。但就在吕布沉浸在这场美梦中的时候，董卓那边也被王允暗中安排好了。貂蝉再次被献给董卓，成了他的宠姬。董卓这老贼本就贪财好色，看到貂蝉之后更是欲罢不能，直接把她带回府中，日日宠爱，视若珍宝。吕布一听这个消息，差点气炸了，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居然成了义父的宠妃，他心里憋着火，可又不敢发作，毕竟董卓对他有养育之恩，而且还是朝中权势最大的男人。然而貂蝉怎么可能让他甘心忍受这种屈辱？他在董卓府中借机接近吕布，每次偷偷相见时泪眼婆娑，满腹哀怨，一会儿说自己是被董卓强行掳走的，一会儿又诉说自己对吕布的深情。吕布本就是个头脑简单、冲动鲁莽的人，哪里经得起这样一番刺激？他本就对董卓心生不满，如今又被自己的爱人一番挑拨，心里的恨意越积越深。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女人，一边是霸道无比的义父，吕布的心已经被煎熬得快要爆炸。而貂蝉的每一次抽泣，每一次幽怨的眼神，都像是一把利刃，狠狠地割在他心上，让他的仇恨一点点膨胀。终于，吕布再也忍不住了。一天，貂蝉故意在董卓面前提起吕布，言辞含蓄却充满暗示，让董卓疑心大起。董卓本就是个多疑的人，听到貂蝉的话后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加上有人趁机挑拨，他渐渐开始对吕布产生戒心，甚至逐渐疏远这位曾经的爱将。吕布察觉后，心中的愤怒更是无法抑制。王允见时机成熟，暗中怂恿吕布，董卓已经怀疑你了，他对你的信任正在消失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不仅得不到貂蝉，连命都保不住。吕布彻底被点燃了，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屈辱。在王允的策划下，联合一众将领，趁董卓毫无防备之时，在宫中发动袭击。董卓被吕布亲手所杀，曾经不可一世的权臣，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义子手中。而貂蝉作为这场连环计的关键人物，她的任务似乎完成了。她以美貌和智慧，成功让董卓和吕布反目成仇，扭转了历史的进程。这场策划精密的美人计，不仅铲除了暴政，也让貂蝉成为了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子之一。董卓死了，整个朝廷震动，天下人奔走相告，似乎终于迎来了光明的一天。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，貂蝉的命运也迎来了新的转折。她是这场连环计的关键人物，可当大局已定，她又该何去何从？董卓一死，吕布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权力掌控者。对于这个武勇过人但心智并不算高的男人来说，得到貂蝉似乎是这场斗争中最甜美的奖赏。毕竟这个女子不仅美得倾国倾城，
还用他的智慧帮助自己铲除了义父。吕布对他更是情深意重。从这一刻起，貂蝉成了吕布的宠妃，继续在这个乱世之中浮沉。可是天下的局势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消亡而停止动荡。董卓的死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太平，相反，整个中原大地仍然是战火纷飞，群雄割据。吕布虽然骁勇善战，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终究不会成为一代霸主。他反复无常，谁给的条件好就投靠谁，一会儿依附袁术，一会儿又投奔袁绍，最终落得四面楚歌，众叛亲离。而最大的威胁来自曹操。建安3年，公元198年，吕布在下邳被曹操围困。尽管他勇猛无敌，但缺乏谋略，加上部下叛变，他最终被俘。曹操一向对英雄豪杰爱才惜才，可当他看到刘备鄙夷地说：“你难道没见过吕布反复无常的本性吗？”时，他的心思变了。吕布，那个曾经威震天下的战神，就这样被缢杀在白门楼下。吕布死了，貂蝉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他的结局，而关于他的去向，则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曹操在处决吕布后，将貂蝉视作战利品，死于军营之中，一代红颜。随着吕布的败亡，被当作是祸水而抹去痕迹。曹操精于权谋，他不会允许这样一位能左右男人心智的女子活在世上，成为未来的隐患。另一种传说则将貂蝉的结局与关羽联系在了一起。传闻曹操见貂蝉国色天香，想将她赏赐给关羽，然而关羽素以忠义自持，听闻貂蝉曾在董卓与吕布之间辗转，认为他是红颜祸水，不愿接受。更有传言说，关羽甚至亲手斩杀了貂蝉，以示自己的刚正不阿。不过这一说法更像是后人对关羽忠义形象的美化，并无确凿依据。还有一种说法则更具戏剧性，貂蝉目睹吕布败亡，知道自己在乱世之中已无立足之地，于是削发为尼，遁入空门，在青灯古佛前了此残生。他曾在红尘之中搅动风云，如今却选择在寂静的庙宇中度过余生，仿佛是对自己曾经所做一切的赎罪。无论哪一种说法，都让貂蝉的命运显得格外神秘，也更增添了她作为传奇女子的色彩。她是一个棋子，还是一个棋手？她的一生是在被命运摆布，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历史？这一切已无从考证。或许貂蝉并非真实存在，只是后人笔下塑造出来的一个美丽的象征。但无论如何，她的故事早已成为三国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她的美丽，她的智慧，她的悲剧命运，都让后人无尽唏嘘。红颜易逝，英雄不在，而貂蝉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貂蝉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戏剧性的传奇色彩，但若仔细深究，她在历史中的影响力却远超出一个美人应有的范畴。她不只是红颜，更是一场权谋较量中的关键角色。正是她的存在，让整个历史进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让强权倒塌，也让英雄的命运走向了另一条路。如果没有貂蝉，董卓还会那么快倒台吗？这恐怕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董卓手握重权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所向披靡。他的残暴虽然引起了天下人的愤恨，但他的实力仍然无人能敌。当时群雄虽对他不满，但真正敢于挑战他的并不多。若不是貂蝉以美色和智慧，在吕布与董卓之间种下仇恨的种子，让原本亲如父子的两人反目成仇，吕布恐怕不会轻易对董卓下手。董卓的死固然是王允运筹帷幄的结果，
但若没有貂蝉的那一记连环计，吕布是否会选择背叛？是否会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去刺杀董卓？恐怕都是未知数。而吕布的覆灭，是否也与貂蝉有关？这个问题更加微妙。吕布的失败，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反复无常，缺乏谋略，最终被曹操所擒。但细想之下，他对貂蝉的沉迷，是否让他失去了更多判断的能力？在董卓死后，他已经从一个天下第一猛将，变成了一个被人利用，不断投靠不同势力的棋子。有人说，吕布因好色而失天下，而貂蝉正是那个让他情根深种、无法自拔的女人。如果她能像关羽那样刚正不阿，不贪美色，是否还能有更长远的未来？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有确切答案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貂蝉在吕布的生命中既是助力，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。更值得探讨的是，貂蝉在历史上的象征意义。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，女子往往被认为是附庸，无法真正影响政治走向。但貂蝉用她的智慧，让天下第一枭雄自相残杀，让当时的权力格局彻底改变。她没有兵权，没有家世背景，甚至可能只是一个被操控的棋子，但她却在乱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相比起三国中那些驰骋沙场的猛将，他的影响方式或许更加隐秘，但却同样深远。他不是王政中的主导者，却成为了战争棋局里最出其不意的那一步。有人说，他是个被动的牺牲者，为国除害，却落得无名无分的结局。也有人说，她是个智谋超群的女人，能够在强权和阴谋的漩涡中游刃有余，借助自己的智慧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。无论如何，她的故事成为后人千百年来津津乐道的传奇。或许她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，但她代表了一种可能。在那个时代，女子不仅可以是美丽的摆设，更可以成为左右乾坤的重要存在。她的故事正如三国的战场一般，充满了算计、牺牲、挣扎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而这正是她能被后人不断传颂的原因。貂蝉的故事如同一幅绚烂的画卷，在三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她是历史的棋子，还是幕后操控者？她的一生是传奇，还是悲剧？或许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，但她的美貌与智慧，她的勇敢与决断，注定让她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无论是被歌颂，还是被质疑，貂蝉的名字已然成为千古流传的美人传奇。